陈平安竟是郑大风的传道人。在他的帮助下，郑大风终于解开心结，开始破镜。陈平安在老龙城见郑大风时遭到了孙家树的算计，以至于陈平安的行踪被老龙城少城主福南华这个仇家给得知了。孙家树就是想利用陈平安和福南华之间的恩怨来打垮福家，结果一向强势的福南华却没有对陈平安动手。毕竟福南华作为福家培养的接班人，并非是一位莽夫，所以他一番思量后始终没有去找陈平安报仇。陈平安安全回到孙家祖宅后练拳时，武道馈赠的金色蛟龙第二次找到了陈平安。陈平安依旧没有接纳这份大机缘。灰尘药铺的郑大风瞧见这一幕后，突然明白了陈平安就是他的传道人，而算计陈平安的孙家树却是险些到心崩溃，因为孙家树和他家即将到期的一位供奉打了一个赌，如果陈平安能第二次吸引金色蛟龙这份机缘前来，那么这位供奉就能留下了继续守护他孙家100年。可孙家树赌了几次，见陈平安这边没有动静，于是他便主动放弃了这份赌注。加上福家对陈平安按兵不动，让他一切的谋划落空，所以孙家树一时间到心几近崩溃。但陈平安终归是好友刘霸桥介绍给他的朋友，于是失败的孙家树便向陈平安坦白了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孙家树的解释，陈平安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当他经历过这场阴谋过后，陈平安已经有所察觉。但听到真相的陈平安还是很气愤，于是他当即拿着行李离开了孙家，去往了郑大风的灰尘药铺，而后再乘坐孙家之外范家的桂花岛渡船去往到玄山。不管怎么样，孙家树毕竟出卖过自己，陈平安不可能再继续相信他。当陈平安来到灰尘药铺时，郑大风正在纠结杨老头说他此生无望第9境的事情。既然陈平安是他郑大风的传道人，那么突破一事可能从陈平安身上可以找到答案。于是郑大风便开口询问陈平安，如果当初齐先生说你陈平安这辈子都没办法跻身第4境，你会如何呢？陈平安说他会认命，但还是会继续练拳保命。郑大风便继续追问，如果你不小心走到了3境瓶颈，看到了第4境的希望咋办？陈平安转头看着郑大风，突然觉得他像一个傻子一样，既然都到了瓶颈，那么当然是想着如何破境啊。郑大风啧啧道，你难道就不会想起齐先生的盖棺定论，说你无法跻身第4境的事情吗？陈平安有些觉得莫名其妙，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齐先生学问当然很大，可是齐先生的心意初衷定然是想着我好的，若是破境是坏事我就忍着，若是好事，但如果是齐先生一开始想错了，难道我就真不破境了？说到这里，陈平安在心中喃喃道，如果是这样，齐先生才会失望。听到这些话，郑大风如遭雷击，他好像明悟了什么，已经到了破境的边缘，可始终没有抓住其中的关键所在。郑大风眼眶通红，布满血丝，直愣愣望向陈平安，大声喝道，陈平安，齐先生可有话要你带给我？说，直接说，有的话我便心甘情愿做你的护道人，10年100年都无妨。陈平安摇头道，没有。郑大风一听就更加着急了，他开始在院子里疯狂打转，并且还让陈平安讲出他所学到的所有道理。陈平安深知事态危急，便赶紧说出了他记下的很多道理。可郑大风依旧是痛苦摇头说不对。郑大风始终想不明白，自己武道明明一路攀升，势如破竹直达第8境，为何老头子偏偏还要说他此生无望第9境？在他已经不堪重负的新冠之上再雪上加霜，就算现在自己有了一丝感悟，却怎么也抓不住。郑大风心神即将崩溃，也代表了他的武道之路将要彻底废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平安突然想起了李怀曾经说过，李保平以前经常问一些齐先生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而齐先生从来不会觉得这有何不对。陈平安仿佛心有灵犀，轻声呢喃道，弟子不必不如师，一句细若蚊蝇的自言自语，在郑大风耳畔却响若大潮拍打老龙城。郑大风痴痴低头，想起来那个不愿跟他多说什么的师傅杨老头。在今天之前，郑大风从来没有觉得杨老头说的话有什么不对。世人不知老头子的身份来历，但他郑大风知道；世人不知道老头子的神通广大，他却无比清楚；世人不知老头子的辉煌事迹，他郑大风还是知道。既然如此，他郑大风如何能够以不过8境5夫的修为去怀疑师傅话语的对错呢？所以当杨老头说过他终生无望第9境，他就无比坚定相信自己这辈子都无法破境了。这也正是郑大风的心结所在。如今有了陈平安这句话的指点，郑大风终于明悟，这一天有人步步登天，直接破开了那片云海，踩在高高云海之上，那人登高望向更高处，一座老龙城大风起，西云飞扬。与此同时，智龟和宋吉星也来到了老龙城。智龟进入城主福家后，还穿上了只有福家家主才能穿的老龙袍。这件龙袍是历史上9位保平州皇帝的筋骨气血制造而成，对真龙智龟有着极大的益处。原来智龟竟然是这老龙城福家真正的主人。另一边剑气长城，宁瑶在陈平安出发后就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上说有个笨蛋要来送剑给他，可现在怎么还没到呢？宁瑶为此还有些生气，看来宁瑶也很是想念陈平安啊。不过在这里要心疼阮秀一下，因为写信之人正是他。阮秀不仅默默为陈平安付出，还要帮着陈平安给自己的情敌写信送信，这样的女子可哪里去找啊？他阮秀怎么就做不了北凉正妃呢？杨老头为什么说郑大风此生无望第9境？郑大风的真实身份又到底有多厉害？在陈平安的帮助下，
郑大风终于解开心结，以8境远游境御风登天而去，然后以9境山巅境步行返回到了灰尘药铺。而郑大风这一次本可以在天上连破2境，以武夫的第8境直接冲击到第10境，但因为纯粹武夫9升10境需要撞天门，这其中武夫自然都可以看见那座天门，但是郑大风所看到的那座天门与任何一位已经跻身10境的武道前辈看到的都不相同，因为郑大风看到的不只有天门，他还看到了天门一根通天大柱之上有一个面容模糊的神将，披挂一副如霜雪般的庄严铠甲，神将被一把剑钉死在天门柱子上，金黄色的血液涂满了天柱。郑大风当时仰头望着那具凄惨尸体，有一个瞬间仿佛那具神将尸体活了过来，在与他郑大风凝视，神将嘴唇微动，似乎在叫他赶快离开。郑大风那一刻差点就要肝胆崩裂，魂飞魄散，更差一点就要沦为才破境就跌进的可怜虫。幸亏当时郑大风在空中破境的动静把老龙城城主福奇给吸引了过去，在福奇的帮助下，郑大风才得以摆脱那种束缚。然后郑大风便不再奢望第10境的风光，直接以第9境返回了灰尘药铺。而郑大风所看到的那位神将，其实就是他的前世，看守天门的神将。在万年以前，世间本是神权至上，可后来人类为了摆脱神族的统治，人族众多大修士开始反攻天庭，郑大风当时便是天庭镇守东天门的神将。那时人族登天，天庭的4座天门其他3位神将都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职守，为势不可挡的人族修士让出了道路，唯独镇守东天门的他，也是被视为最贪生怕死和最吊儿郎当的他，死战不退，最终被一剑钉死在了天门柱子之上。之后在青铜天君杨老头的帮助下转世成为了他的弟子。正是因为郑大风前世的凄惨下场，心有阴影的他才未能成功突破至第10境，所以郑大风从天上返回药铺后，他终于明白了杨老头所说的终生无望第9境有2层含义，一个是他终生都是第8境，第二个意思是一个断句，终生无望9境，也就是说他一辈子都别指望了，就只能是9境了。刚破境又明白了含义的郑大风顿时眉开眼笑，当即向着遥远的大黎方向给师傅拜了3拜。因为郑大风突破，他的徒弟范家小子范二在家听长辈说起了这件事，于是他便偷偷拿着酒水前来祝贺师傅。范二也正是陈平安即将乘坐的那艘桂花岛渡船未来的主人。范二性格憨厚淳朴，并且在他身上还有着陈平安一直想要却求而不得的东西。当初文胜老秀才喝醉了酒，曾对陈平安说过一句话：少年郎肩头要挑着草长莺飞和杨柳依，不要去想什么家仇国恨道德文章。范二的性格恰巧就是这样，所以陈平安很快就和范二成为了朋友，并且他还打算将范二介绍给刘宪阳认识。范二一听，甚至开始盘算将来有一天陈平安带着刘宪阳登门做客，要如何安排他们俩的住处，每天喝什么酒吃什么菜，去老龙城哪玩。可见范二的性格天真淳朴至极。陈平安在灰尘药铺住了几日后，范家的桂花岛渡船终于要起航了。范二还专程跑来为陈平安送行。陈平安上了渡船之后，想到不久就要见到宁瑶了，一时间他竟没了底气。他心想到时候送完见宁瑶会不会直接给他发一张好人卡。陈平安为此很是忧愁。陈平安在老龙城遭到了刘霸桥好友孙家树的算计，当刘霸桥知道这件事后，他的反应又会是如何的呢？陈平安终于从老龙城启程前往到玄山，因为好朋友范二的关系，陈平安在桂花岛渡船上还成为了最尊贵的 VIP 乘客，就连接待他的人都是桂花岛渡船实际的掌握者。这艘桂花岛渡船山顶有一棵千年老桂树，这棵桂树才是这桂花岛渡船的真正掌握者。不过此时他已经幻化成了一名中年美妇，名叫桂姨。桂姨接触陈平安后对他颇有好感。陈平安在渡船上安顿好后，便开始整理郑大风为了答谢帮他破境所赠送的一个包裹。包裹中有一本剑术正经，是江湖武夫所修炼的剑术。因为陈平安在郑大风面前提过他想要练剑了，但陈平安长生桥已经被毁了，不能修炼剑修的秘籍，所以郑大风就找来了这么一本剑谱，并且包裹中还有一袋金金铜钱和一块储物玉牌。金金铜钱是郑大风用来偿还当初欠陈平安的5文钱的。不过郑大风用这么大一袋金金铜钱来偿还，我都怀疑陈平安是不是个放高利贷。要知道一颗金金铜钱就能在离珠洞天这样的福地买一整座山了，不得不说这利息涨得也太狠了。除此之外，郑大风还托付了徒弟范二家的一位9境剑修，在陈平安乘船前往到玄山的这段时间教导陈平安练剑。练剑的同时，陈平安自然也没有停止练习拳法，只是如今陈平安已经跻身武道第4境了。陈平安练拳时就想起了崔成的话语，崔成曾经说过陈平安这个最强3境只要成功破境之后的3境就会走得一马平川，畅通无阻。陈平安现在也的确能感受得到，只要他想从第4境跻身到第6境，这个过程将会很快。如果他只是一味的追求武道攀登的速度，完全可以吓破旁人胆。但是陈平安经历过崔成的教导后，他深知只有在每一个境界都打下厚实的基础，自己的武道之路才会走得更远更高。所以陈平安暗自下定决心要成为最强4境后才会想破境的事情，并且之后武道的每一境界都要如此。与此同时，孙家树将自己算计陈平安的事情用飞剑传信告诉给了好友刘霸桥。
刘霸桥收到信后，风尘仆仆就赶来了老龙城。孙家树真心实意地向刘霸桥道了歉。刘霸桥想了想，却是摆了摆手，气归气，道理还是道理。陈平安终究只是他刘霸桥的朋友，不等于就是他孙家树的朋友。他也没想到陈平安竟然藏着那么多秘密，就连巨富的孙家树都免不了财帛动人心，所以刘霸桥就觉得是他的错，是他从一开始就低估了陈平安这位好友的本事，才有了后面陈平安的这番经历。为此，刘霸桥觉得自己没有颜面去见陈平安了。同时，刘霸桥还劝孙家树别因为他这么说就越发的愧疚难当，不需要也不应该如此。之后，刘霸桥在孙家做了短暂的停留后，就返回了风雷园。只不过刘霸桥离开后，又悄悄折返了回来。他一言不发，直接一脚把孙家树踹进了湖水后，才真正离开。犹如落汤鸡似的，孙家树爬上岸时反而开心的笑了，因为刘霸桥有这个举动，说明还把他孙家树当作朋友。孙氏老祖瞧见这一幕后，凭空出现在了孙家树身旁，语重心长道：“刘霸桥这种朋友，人这辈子不管是甲子岁月还是百年千年，能有一个都是福气，一定要好好珍惜。”孙家树对此深信不疑。而陈平安这边乘坐的渡船也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整个桂花岛渡船将要面临一场毁灭的危机。陈平安离开了老龙城后，郑大丰的药铺迎来了一位绿袍女子，女子是他徒弟范二的姐姐，名叫范俊茂。这个人也是杨老头势在必得的人物之一。不过关于此人，杨老头没有细说他的根脚，只是当初杨老头让郑大丰离开离珠洞天前往老龙城时，杨老头曾嘱咐郑大丰到老龙城后先要找到他照面，然后才去找城主夫妻谈交易的事情。如此可见，这位女子很是让杨老头看中。此时范俊茂刚从保平州的北方归来，他见到郑大丰后，直接让郑大丰以后在老龙城必须要听命于他。说完后，范俊茂还做了2件事：一是一边喝酒一边突破到了第10境元婴，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他竟突破得如此行云流水；二是范俊茂对着郑大丰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抬起手臂做了一个抛掷的动作，然后对着郑大丰心口轻轻一戳，缓缓道：“嗖，死了。”这不正是郑大丰前世被一剑钉在了天柱上时的场景吗？原来这范俊茂和郑大丰一样，都是远古神灵转世。另一边，陈平安乘坐的桂花岛渡船上，有一伙来自东南同叶州玉龟宗的修士找到了渡船主人桂姨，他们想劝桂姨加入玉龟宗。这些人其实就是想将这艘桂花岛渡船收入麾下。陈平安所在的东保平州是9大州中最小的一个，相邻东南方的同叶州却是不小，比起那座扶摇州都要大上不少。而在同叶州版图上最出名的宗门就是同叶宗和玉龟宗了，两派宗门一北一南双峰并峙，可见玉龟宗的实力不容小觑。所以玉龟宗修士并没有将桂花岛背后的范家看在眼里，但碍于桂花岛渡船是由桂姨本体支撑，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出手抢夺，而是用半劝半强的方式让桂姨就范。玉龟宗直接开口对桂姨道：“范家一切损失，桂花岛所有收入以100年计算，他们宗门自会一颗铜钱不少，全部补偿给范家。相信范家就算不愿意，也不会拒绝他们的提议。”这些话可见玉龟宗修士态度很是强硬，就算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件事放在以前，范家肯定是没有办法应对的。可现在范家有了觉醒了记忆的大小姐范俊茂，范俊茂在感知到这边的事情后，果断的在千里之外对着玉龟宗修士出手，汹汹一剑从陆地来到大海中央的桂花岛，再有一剑紧随其后，仍是从老龙城云海之巅破空而至，2剑之威惊天动地，玉龟宗修士自然被这2剑给惊走了。桂花岛渡船由此归于了平静。接着船只来到了一个名叫蛟龙沟的地方，蛟龙沟盘踞潜伏着无数蛟龙之属的精怪。桂花岛这艘渡船前往到玄山的航线一直都是要经过蛟龙沟的，这条航线本来是安全的，蛟龙和路过的船只互不干涉。可这一次突然有人在这里用龙王楼捕捉了一条小蛟龙，然后还折磨了小蛟龙，嫁祸给了桂花岛。于是几乎所有的蛟龙纷纷飞出地面，是要留下这艘渡船。因为是陷害，桂姨与蛟龙首领沟通不成，密密麻麻的蛟龙围堵了整艘渡船，渡船分明已是大难临头。关键时刻，陈平安站了出来，决定要出一份力。只是陈平安不知道的是，这一次所引发的事情就是针对他陈平安的。那么这件事的背后之人到底是谁？这场危机陈平安又将如何度过呢？陈平安乘坐的桂花岛渡船在蛟龙沟遭人算计，以至于渡船被众多蛟龙给围住了，渡船连同所有乘客生死一线。如果按照之前阮琼的提醒，遇上这等大妖，陈平安就该能跑多远跑多远。可这会儿陈平安又能跑到哪里去呢？领头围住渡船的金色老蛟可是第10境的修为，况且他背后更是有高人相助，已经将这整条蛟龙沟营造得如同一方小天地。金色老蛟在这方小天地中就如同一方圣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他的战力已经相当于一位11境修士，加上围住渡船密密麻麻的蛟龙，陈平安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都说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但陈平安并没有因此躲在渡船之上束手待毙，而是主动出击，来到了桂姨和金色老蛟谈判所在的最前沿位置。蛟龙本是由与世管理负责为人间行云布雨，直到人族登天神道破灭后，这些蛟龙才没有了管束，现在他们只能依靠本能进行布雨。陈平安如今在福禄一道上已经有所成就，
所以他就想借用与世威名画下一张符箓来震慑这些蛟龙。为此，陈平安争取到了让桂姨和船上的另一位高手帮他争取时间，让他完成这张符箓。陈平安所画的符箓一共有8个字：做甚勿甚，与世敕令，意思是警示蛟龙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与世的法旨自然对蛟龙有极强的威慑，可符箓一道的关键就在于所画之人的来历越大，符箓就越难以完成。陈平安拿出了李希胜赠送给他最好的青色符纸，这青色符纸可是大有来历。陈平安的心神完全沉浸于画符中，他不断地加重五指和手臂力道，连同五夫境界和阿良所教的剑气18庭迅猛运转。这一口在体内势如破竹的纯粹真气必须既快且稳，气稳则神定，神定则符灵。这道符成与不成画完之后再说。就像那撼山拳，拳法到底高不高，先练完100万遍再看。陈平安只是觉得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那么他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练的拳、学的剑、喝的酒和认识的那么多人。而在陈平安提笔画符的第一时间，在金色老蛟的示意下，围绕在桂花岛周围成百上千条蛟龙全部攻向了桂花岛。唯独内地试镜的金色老蛟首领虽然已经看出来了陈平安的意图，但他仍是不惧，因为老蛟自持是这方小天地的圣人，加上如今蛟龙沟有他的领导，完完整整的蛟龙沟只要凝成一股绳，绝不是1、2座宗字头仙家府邸可以媲美。在众多蛟龙的攻击下，桂花岛渡船开启的大阵很快就被攻破。而陈平安所画的总计8个字的符箓，他到最后却只画下了6个字：做甚勿甚，敕令。与世2字，陈平安竟没办法在这青色符纸上画出。其实陈平安写完最早4个字做甚勿甚，虽然耗时很久，比起以前画符要漫长许多，但是写到羽字时，陈平安不管如何运转契机，就连那一笔横都写不出。青色材质的符纸好像根本就不愿意接纳这个字眼。人力中有穷尽时，不以什么雄心壮志和坚韧毅力所改变。陈平安死撑半天仍是无法落笔，他想要强行写下羽字，还引起了反噬，一大口心头血涌至喉咙口，被他强行咽下。迫于无奈，陈平安直接跳过了羽字，但羽字之后的诗字却是同样写不出，于是陈平安只得再次绕过。好在敕令2字勉强给画下了，在那口纯粹真气的强弩之末，终于写完了。不过少了最重要的羽世2字的符箓根本没用。陈平安顿感不妙，他知道这一次自己是真的身陷死地了。陈平安本想借用远古神灵羽世威名画下符箓震慑围攻渡船的蛟龙，符箓上一共有8个字：做甚勿甚，羽世敕令。可是不管陈平安如何动笔，他都没有办法在来历极大的青色符纸上写下羽世2字，这也导致陈平安失去了最后的保命底牌，无法震退围攻渡船的蛟龙。陈平安乃至桂花岛渡船上的所有乘客都生死一线，看着没有画完的符箓，尽管陈平安因为羽世2字已经被青色符纸反噬的七窍流血，但他仍是有些不甘心。陈平安心想着在死之前一定要完成这张符箓，于是陈平安继续开始落笔画符。只是这一次陈平安却轻松地在符纸上填上了2个字。金色老蛟见此还嘲讽陈平安是不是连羽世2字都不认识，因为这最后时刻陈平安在符纸上根本就不是写的羽世，而是写的陆沉2字。当陈平安完成符箓后，符纸之上不再是所谓的符箓一点灵光，而是一缕神光在迅猛凝聚。金色老蛟眼神凝重，霎时就被这缕神光给定在了原点。陈平安嘴唇微动，默默感受着笔下纸上的那些温暖神意。符至心灵，嗓音颤抖，轻声道：“我见到书上有说过，圣人有云，乾隆在渊。”这口头上的8个字，仿佛比起符纸上的8个字丝毫不逊色。总计16字落在蛟龙沟当中，简直就是一阵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在场的所有蛟龙异口同声道：“诺，谨遵法旨。”这几个字的回声在蛟龙沟深处响起，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天地寂静，众蛟龙齐齐撤走。至此，这场危机终于解除了。可领头的金色老蛟一无所获，有些气愤。临走之时，他竟使出了最强一道剑招，要杀死陈平安泄气。陈平安为了画符已经耗尽了气力，他根本无法躲避这一道剑光。此时的他似乎只能闭目等死。可他一人倾力救了桂花岛渡船所有人，此时却没有人出手帮他。有人能救，但是不愿意为了一个不相识的人消耗太多；有人想要救，却没有这个能力，而更多的人只是在看热闹而已。蛟龙已经撤走，大局已定，他们已经不需要担心什么了。陈平安在这一刻好像能洞察渡船上所有人的心声，可他的神色却不悲不喜。最后时刻，陈平安无奈只得动用了齐先生赠送的山水印抵挡了剑光。可在那道剑光崩碎之后，世间再也没有了山字印，齐先生赠送给他的印章少了一枚。陈平安很是伤心，而这一切其实都是陆沉在背后捣鬼。因为李希胜所赠送的青色符纸其实是道祖所用之物，陈平安拼命在青色符纸上写羽世敕令时，引起了道祖弟子陆沉的察觉，陆沉便顺势算计陈平安，陈平安由此才会临时将羽世敕令改成陆沉敕令。紧接着老蛟出手时，陈平安能感受他人心声，连同齐先生赠送的山字印被毁，同样是陆沉在背后谋划。陆沉故意让陈平安知晓他人心声，在生死一刻见识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心理，人性阴暗一面完全展现在了陈平安面前。陆沉就是想以此破坏陈平安的赤子之心，加上齐敬春所赠送的山水印过于强大，陆沉便趁机毁去了其中一个。不过刻意毁掉山字印也是在拉拢陈平安。
因为在陈平安的头脑中一直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到了道玄山之后，他要用齐先生赠送的山水印把那道玄山也盖一盖。而陈平安这样做势必会惹恼镇守在道玄山的那位道人，也就是道家二掌教的得意弟子。到时候陈平安将会有大苦头吃。陆晨在破坏之余也算是卖了一个人情。不过陈平安并不傻，他在解除陆晨敕令后便察觉到了陆晨在背后算计他，加上失去了齐先生赠送的山字印，陈平安有些生气了。陈平安果断地与金色老蛟亮剑。交谈中，金色老蛟听到陈平安说自己没有后台，金色蛟龙便准备彻底除掉陈平安。这一次陈平安将会用生命对陆晨展开回击。而在此时，一位剑术极高的靓仔也正火速地赶向陈平安那边。陈平安在蛟龙沟遭到算计，生死一线，文圣一脉的大师兄左右霸气登场救援。第10境的金色老蛟全力一击，被陈平安用齐静春赠送的山水印给挡了下来。金色老蛟本不会继续对陈平安动手了，因为陈平安所展现出来的法宝已经让老蛟感受到了威胁。一张颠倒乾坤的陆晨敕令，一对威力极强的山水印，一支下笔有神的毛笔法器，还有他背后的剑和腰间的养剑壶。老蛟就算再傻也知道这样一个携带了数件重宝的少年肯定来历不凡，所以金色老蛟就不敢继续对陈平安动手了。可是在这时，金色老蛟背后的靠山传来话语，示意他可以继续出手。老蛟便再也没了顾虑，因为他背后的势力乃是道玄山，天底下又有几个势力强得过道玄山呢？因此老蛟第2次出手，准备彻底除掉陈平安这个后患。失去了山字印的陈平安知道自己无法挡下老蛟的第2次攻击，但陆晨三番几次算计他不说，还把齐先生赠送的山字印给破坏了，所以陈平安决定在这生命最后时刻坑陆晨一次。陈平安知道此时陆晨正在旁观此地，所以他就直接告诉陆晨，这一次他借用他陆晨的名字退敌，而陆晨反过来以此算计他。在这件事上，两人就算扯平了。不过陈平安让陆晨给阿良带了一句话：杀陈平安者，南海蛟龙沟。说完后，陈平安直接一拳砸在了心口，切断了星湖与陆晨敕令那张符箓的联系。身在亲临天下的陆晨也就和陈平安这边断开了联系。陈平安完全不给陆晨有任何机会施展无上道法与自己对话，他就是故意让陆晨帮着他转告遗言。陆晨要么不顾面子假装没听到，要么就只能捏着鼻子将这段话告诉给阿良。以阿良的脾气，知道真相后肯定会将陆晨给胖揍一顿，毕竟在陈平安心中，阿良可是很强的。陈平安说完，老蛟也开始动手了。而正在此时，距离蛟龙沟不知多远的一处云海之中，有一位浑身携带浓郁剑气的如山剑仙正赶向陈平安那边。与此同时，陆晨有位弟子也同样急速正赶向陈平安那边。陆晨弟子所行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陈平安，山字印被毁是师父对他表达的善意，并且还要邀请陈平安前往道家的亲临天下。陆晨愿意收他陈平安为关门弟子，只不过陆晨的这位弟子没有走多远就放弃了前行，因为他碰到了那位如山剑仙，还被剑仙的几句话给震退了。你一个陆晨的记名弟子，就想跟我家小齐抢小师弟？行啊，不如你接我一剑。这一剑他可接不住，所以也就主动退去了。接着如山剑仙继续前行，还在千里之外的他直接一挥手，一整座桂花岛渡船好似被大风吹拂一般，瞬间就离开了蛟龙沟，只留下和金色老蛟对齐的陈平安。然后剑仙转瞬就来到了陈平安这边，剑仙只是轻轻一弹指，蛟龙沟上方霎时大如瀑布的雪白剑气倾泻而下，一条条剑气形成的雪白洪水不断流入蛟龙沟，蛟龙沟内剑气压顶，一时间蛟龙尸横遍野。可金袍老蛟和陈平安始终安然无恙，金袍老蛟呆呆站在原地，面如死灰。剑仙做完这件事情后，看向了陈平安，而这位剑仙名叫左右，他乃是浩然天下剑术第一人，13境巅峰的剑修，同时他也正是来自文圣一脉。当初齐静春走之前，曾让他担任陈平安的护道人，不过左右却不愿意当这个护道人，因为在他看来，自己选择的大道根本就不要什么护道人。但是他还是认可齐静春收的这位小师弟的，而且陈平安这次敢于生死自负对抗蛟龙，左右就觉得这位小师弟挺好，很对他的胃口。小师弟被人欺负了，他这位师兄自然要来出头。左右向陈平安坦白了他的身份，说明了他是文圣的弟子，是他陈平安和小齐的大师兄。不过左右可是文圣收取的第2位弟子，要问他为什么称自己是大师兄，那就要去问问崔禅了。左右云淡风轻地对陈平安解释时，那位金袍老蛟从身体300多座气府内一点点渗出雪白光芒，脸色狰狞，满脸痛苦。但是这位战力相当于玉仆境的老蛟，竟然从头到尾都发不出半点声音。显然左右对于老蛟胆敢伤害自己的小师弟很是气愤。在说明了身份后，左右还表明了认识阿良，还说他的剑艺不如阿良，但是剑术要比阿良高一点。左右远离浩然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他走的原因也很有趣，只因为他一身剑气太浓，浓郁到他如何压制都无法阻止剑气倾泻四方，所有近身之物皆化为齑粉，所以他只得游历世间种种人烟罕至的地方。云霄之中，五湖四海，深山峻岭，蛮瘴之地。左右虽为陈平安解决了危机，但是却也引出了金色老蛟背后道玄山的强者。当文圣一脉的大师兄对上道家2掌教的大弟子，这一场大战谁又更胜一筹呢？当陈平安这位文圣一脉的小师弟见到大师兄左右后，剑术最高的左右又会给这位小师弟什么见面礼呢？
道玄山有人授意第10境的金色老蛟除掉陈平安，好在文圣一脉的大师兄左右霸气登场救下这位小师弟。面对左右这位素不相识救他于危难之间的大剑仙，陈平安刚开始还有些发愣，好在左右主动做了自我介绍，加上之前阿良和崔禅都提起过左右，陈平安这才放下戒心。然后两人做了简单的交谈后，左右就让陈平安赶快离开蛟龙沟，还让他以后要好好修行，不要辜负了齐静春的一片厚望。同时左右还说，如果陈平安哪天做得很差，他还会来找陈平安的麻烦。对于左右而言，师兄教训师弟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就在此时，天上云海居然低垂，一尊高达100丈的金身法相浮现而出，是一位头顶鱼尾冠的中年道人。道人现身后直接点出了左右的身份来历，然后还表示看左右不爽，要跟他打一架。而这位道人正是金色老蛟背后之人，也就是道家2掌教的弟子道玄山大天君。左右可是最不喜欢讲道理的一位读书人，在他眼中天底下任何事情都可以一剑破之，所以面对这位大天君的挑衅，左右直接出手一剑挥出，然后只见一道比整座桂花岛渡船还要粗壮的磅礴剑气以光柱形态冲霄而起，硬生生将那尊金身法相给瞬间打碎。而陈平安在这之前所看到的最强剑招，就是当初11境剑修魏晋破开架阴女鬼大阵时的那一剑，所以在这之前陈平安就觉得那一剑已经是世上飞剑的极致。可现在左右这一剑直接刷新了陈平安的认知，直到这一刻，陈平安才觉得自己太过孤陋寡闻。在大天君的金色法相破碎后，他却是越战越勇。接着他还邀请左右去往别处继续大战，因为这蛟龙沟有陈平安的存在，左右肯定要为陈平安考虑，无法发挥出真实实力。这位大师兄临走之时，终于将一旁被剑气包裹的金色老蛟给除掉了。然后左右还把金色老蛟身上的宝物送给了陈平安，有一件金色长袍，2根金色龙须和一块拳头大小的珠子。这件防御极强的金色长袍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助陈平安度过危机。这些礼物也算是左右这位大师兄送给小师弟的见面礼。送完礼物后，左右也就离开去和道玄山大天君大战去了。这一趟左右来去匆匆，而在他离开远去直到陈平安看不到的地方时，他突然停下又看向了陈平安。只不过陈平安在他眼中变成了齐静春，只因为先前左右观察陈平安时，他发现陈平安那双清澈的眼眸太像自己年少时那位再熟悉不过的臭屁师弟齐静春了，因此左右自然而然就想起曾经的小师弟齐静春了。同时左右还想到了当初小齐找他当陈平安护道人时的一幕。齐静春知道他这位师兄不会答应当陈平安的护道人，可是齐静春当时就说他这辈子就没几个朋友，整个天下他只能找他这位师兄了。左右一想到这句混账话就一肚子憋屈。左右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先生吹牛自己打架如何厉害，再就是看书极快的小齐他的翻书声，以及他讲道理的话语声。他只喜欢先生2次参加3教辩论的盛况，那种夫子一世独立秀才如日中天的气势。喜欢齐静春每次与自己一起远游名山大川，他喝酒之后就会登高作福，会让人觉得山岳再高千丈万丈也高不过此人的学问。可哪怕到了今天，师傅老秀才已经没了任何退路，散入天地，小齐已经不在人世，阿良也离开了浩然天下，左右还是始终认为先生也好，小齐也罢，甚至是那个貌似自由自在的阿良都活得太累，不如自己。因为他左右从来懒得跟人讲道理，打不过人家讲道理不管用，打得过人家讲道理好像没必要，一切之事有见即可。所以面对陈平安有些话他觉得矫情了，便一样懒得说出口。而这些话其实是让陈平安这位小师弟一定要替小齐多看几眼这座天下，以后有机会还要去别处天下看看，一座座都看遍。小齐这辈子还没走出过浩然天下，可他是先生众多弟子当中最憧憬远方的那个人，到头来偏偏是待在书斋和学塾最多的一个。小齐这辈子哭了几次，他左右都一清二楚，因为都是少年时被他给揍哭的，没办法，讲道理讲不过他，打架小齐就不是他的对手了。左右想到此处便又哈哈大笑了起来，然后推剑出鞘，一瞬间他脚下附近数十座海上岛屿无论大小全部被一切为二。可以看出左右很是思念小师弟齐静春。陆晨为什么一直想收陈平安为徒，在左右离去后，由于左右提前把桂花岛渡船送出了蛟龙沟，所以陈平安只能独自划着一只小舟追赶桂花岛渡船。只是在追赶时，陈平安心中就在想，桂花岛渡船会不会直接一鼓作气驶向了道玄山，把他一人留在了这茫茫大海之上。若是以前，陈平安怎么也不会想到桂花岛渡船会如此行驶，可是现在陈平安完全没有察觉自己为什么会冒出这种念头。其实这正是源自于之前陆晨让他能听到渡船上众人的心声的后果。陈平安一人拯救了渡船上所有人，可当金色老蛟突然对他出手时，船上不但没有一个人对他施以援手，反而还有人幸灾乐祸，希望他死在金色老蛟的手下，这让陈平安很是失望。所以他便是从这时候不知不觉就开始生出心猿意马。不得不说，陆晨算计果然巧妙，好在桂花岛渡船没有如陈平安所想提前离去，而是停在了海面等待着他的归来。陈平安追上渡船后继续出发，并且上了船后，桂姨和船上的几位高手都先后来找陈平安致歉，说出了之前老蛟出手时他们未能帮忙的原因，陈平安这才好受一点。在这些人离开后，陈平安终于又归于平静。
静下心的陈平安对于自己心思生出异样终于明悟，陆晨对他又或者是对齐先生的算计根本一直都没有停下。齐先生曾让他不管如何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但是当时陈平安听到渡船上众人的心声后，他对这个世界只有失望。就算现在陈平安明白了是陆晨的算计，陈平安还是感叹要对这个世界不失望很难啊。可见陆晨的算计对陈平安影响之深，只要陈平安彻底失去赤子之心，齐静春所做的一切都将白费。陈平安想着想着就喝起了酒，只是陈平安在喝醉时又说出了另一番醉话：齐先生，我想明白了，对世界不要失去希望，除了一定要好好活着之外，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我们对这个世界给予善意后，如果非但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甚至只有恶意，这个时候能够不失望，才是真正的希望。陈平安还说他现在道理已经想明白了，但是暂时还做不到，但他喝过了酒后，明天就努力做到。终究还是齐静春更胜一筹。陈平安心境已经如初，而就在陈平安说完这段醉话后，仰剑湖中的飞剑15内，文胜当初送给陈平安的一部典籍中的文字竟然开始自己游走了起来，最后组成了一本全新的文学。而这其中的道理便是文胜真正的学问传承顺序，第一篇分先后，第二篇审大小，第三篇定善恶，第四篇知行合一。与此同时，身在南婆娑州的文胜正和纯如陈淳安看着陈平安这里，老秀才当时就忍不住说出了一个善字。只是此时陈平安对飞剑15内的变化并不知情，而当陈平安酒醒过后，之前被左右赶走的陆晨弟子找来了桂花岛，这名弟子叫老周子。老周子见到陈平安后直接说明了来意，询问陈平安愿不愿意成为陆晨的关门弟子。陈平安却只是懒洋洋地反问了老周子：那你知不知道你家先生先要收的弟子是现在的我，而不是成为他弟子后的我？陈平安的回答就是说，陆晨并不是真的想收他为关门弟子，归根结底还是陆晨想要赢过和齐静春的较量，因为只要陈平安去往清明天下成为他的弟子，陈平安的命数也将会改变，齐静春依旧会失败，到时候陈平安在陆晨眼中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陈平安当然没有同意成为陆晨的弟子。老周子走后，桂花岛上空突然传来了一段话语：桂花岛所有人登上倒悬山一律免去过路钱，若是有人想要通过倒悬山去往剑气长城，一样不用花钱。陈平安听到这句话很是高兴，因为这代表了左右打赢了倒悬山那位大天君。但陈平安不知道的是，在清明天下同样有一个让他高兴的消息，清明天下有一位道人被人一拳从天外天给打入了清明天下，坠落之人正是被称为真无敌的道老二，而出拳之人也正是阿良，一拳还一拳，阿良果然从不吹牛。陈平安这边继续前行，他离倒悬山也越来越近了，离心心念念的女子宁瑶也越来越近了。陈平安历尽千辛，终于在倒悬山见到了宁瑶。面对陈平安的告白，宁瑶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当桂花岛渡船驶入了倒悬山的地界后，陈平安看见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有一座大山倒悬在天地间，山峰指向南海之水。这座大山正是悬立在浩然天下和剑气长城之间的倒悬山，同时还是出自道家二掌教的山字印。陈平安震撼之余，心情还交杂着开心和忐忑。开心是因为离见到宁瑶不久了，忐忑是因为陈平安已经打算等见到宁瑶后就向她告白。而在陈平安将要下桂花岛渡船时，他还在船上碰见了一位身穿女装、容颜俊美的男子。这男子名叫陆台，天生阴阳与体质，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男是女。他来自中土神州的阴阳世家的陆氏家族，乃是一人顶起阴阳家半边天邹子的徒弟，同时他还是先天剑胎，自出生起就带有2把本命飞剑。而道家三掌教陆晨其实也是出自陆台家族，只不过陆晨去了清明天下，成了道家的三掌教。陆台因为体质原因导致他在家族叛逆性很重，他还偏偏爱和自己的老祖作对，所以他把自己名字改为了陆台，高高抬起，对应陆晨的晨。陈平安在船上算是和陆台第一次见了个面，陆台也将会是陈平安下次远游的小伙伴。这也是后话。陈平安下了桂花岛渡船后，没想到陆台又追上来找他借了1枚古语钱，然后陈平安便开始四处打听前往剑气长城的路线。结果通往剑气长城的通道还需要等待几日才会开启，于是陈平安便趁着这个时间开始游历倒悬山。与此同时，宁瑶也从剑气长城来到了倒悬山。宁瑶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找陈平安，不知情的陈平安依旧在倒悬山闲逛着。倒悬山中有一座禁剑阁，阁中存放着剑气长城那边斩杀过上5境大妖剑修的画像和配件仿品，为的就是供后人瞻仰。可陈平安进入阁中后，却发现其中唯独有2人例外，是一对男女剑仙，2人皆无画像，只有他们的配件仿品茱萸和幽黄立在剑架之上，并且这2人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敬仰，路过的人反而朝他们的配件仿品喷吐口水。陈平安看着这一幕，就想起了当初魏博讲给他的密室，那场阿良扬名的13之战中，有一对夫妻剑仙被妖族阵斩，害得剑气长城差点输了那场大战，所以这2人就成为了耻辱。陈平安当即就猜测到了是这没有画像的2人，然后他又看了看2人的名字，男子剑仙姓宁，女子剑仙姓瑶，宁瑶的宁，宁瑶的瑶，再结合宁瑶所说的他名字的由来，陈平安顿时就明悟了，这2人就是宁瑶的父母。
原来那个看似刚毅的女孩根本和她一样，都已经失去了父母。明悟的陈平安立马把2把沾满污秽的配件仿品给擦干净了，但是这样并没有作用，依然阻止不了别人络绎不绝的口水。于是陈平安便默默地走到了这间屋子的一处墙角蹲下喝酒。每当在游客稀疏的这个间隙，陈平安就会迅速起身起去擦拭诸于幽篁2把仿品和剑架的那些口水唾沫。迅速擦干净后，他就又回到墙角去喝酒。陈平安在镜剑阁这间屋子一直待到了晚上，游人越来越稀疏，他起身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直到夜幕中，已经足足半个时辰没有人来到这间屋子，陈平安这才起身离开镜剑阁。他走出镜剑阁后，就坐在了外面的台阶之上发呆。结果不知过了多久，宁瑶就这么直接出现在了他身前，直接就给陈平安惊呆了。可下一秒，宁瑶直接就询问陈平安为什么寄给他的信不是他陈平安写的，反而是阮秀写的。这一问，陈平安好似被天雷给劈中，当即清醒，然后答非所问道：“好久不见，宁姑娘。”宁瑶看着陈平安那副傻样，叹了口气，有些无奈，然后坐在陈平安身边，没好气道：“这也没多久时间了。”陈平安想了想，然后挠头，不知为何陈平安感觉就像过了很久，走了千万里，练了100万拳，如今自己心心念念的姑娘终于出现在了身前。于是陈平安鼓足勇气，直接开口表白了：“宁瑶，我喜欢你。”宁瑶一听，却让陈平安有本事再大声一点。陈平安扯开嗓子，再次喊出了这句话。结果宁瑶没有答复，而是直接让陈平安交出来了阮琼柱的剑。拿到剑后，宁瑶就这么直接离开了陈平安，回到了剑气长城，只留下失落的陈平安在原地。陈平安的告白真的失败了吗？陈平安向宁瑶告白过后，没想到宁瑶直接就拿着剑从陈平安身边离开了。看着宁瑶那愈行愈远的身影，陈平安嘴唇微动，但他却没能说出挽留宁瑶的话，因为他已经把所有勇气都用在了表白的话上。陈平安就这么看着宁瑶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对于这次相逢，陈平安心中其实还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他还没有向宁瑶讲述这趟出门所遇的趣事，还没有告诉宁瑶当初答应他要练拳100万遍，现在就只差2万拳了，还没有说出他遇见了阿良等等事情。可现在宁瑶已经离开了，陈平安剩下的就只有失落了。其实宁瑶对于陈平安的表白并非是冷漠无情的拒绝，宁瑶从离珠洞天回到剑气长城后，就已经时常把陈平安挂在了嘴边。当他得知陈平安要来给他送剑后，他更是期望陈平安能快点赶来剑气长城，所以在宁瑶的心中还是有陈平安的。但是宁瑶清楚他自己是出生在剑气长城的，在剑气长城出生的剑修毕生就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抵御长城外的蛮荒妖族，一辈子都只能像囚徒一样待在这里，完全没有自由和安宁。所以面对陈平安突如其来的告白，宁瑶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所以他就这么直接回到了剑气长城。而陈平安在宁瑶走后，失落的他准备先返回客栈，然后等下次渡船起航时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可当陈平安起身后，他发现远处向他走来了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男人，穿着素雅皆相貌平平，面带笑意。而这对夫妇其实正是宁瑶的父母，他们2人本在13之战中就已经死亡，可剑气长城第一把手老大剑仙陈清都对他们俩感情颇深，所以在他们死后，其魂魄被陈清都给强行收养，并没有消散于天地。这一次2人得知自己的女儿心心念念的男子来到了道玄山，于是他们2人便在陈清都的帮助下，特意来考验陈平安是否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2人假装是刚来到道玄山的旅客，来到陈平安身前，请陈平安带他们参观一下镜剑阁。不知情的陈平安带着2人游历镜剑阁，陈平安不厌其烦地给2人介绍着自己所了解的各位剑仙的事迹，但陈平安终究对于墙壁上这些剑仙了解不多，反倒是那位慕名而来的妇人娓娓道来，说了好些剑仙的传说事迹，比如那位姓董的开山老祖，佩剑之所以名为3世，可不是他信奉道教，而是他曾经孤身进入妖族天下的腹地，一路上斩杀了3头上5境大妖，董家在剑气长城因此崛起。后来董家几乎历任家主都曾亲手斩杀过玉仆境甚至是仙人境的大妖，可后来董家香火凋零，家主更是被一位大妖重伤致死，家族内剑气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处境。然后就有一位年纪轻轻的董家金丹境剑修，毅然决然带着一把祖传的1丈高走上了老祖走过的那条斩妖之路。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此人的情况下，200年后这位剑修一人一剑返回剑气长城，还背着一只竹箧，装着一头13境大妖的头颅。而他在登上城头之前，也已经接近崩碎的佩剑1丈高在剑气长城上刻下了那个董字。从那之后，此人新铸了一把佩剑，就被取名为了竹箧，而刻下这个董字的人便是董三更。董家从此一直是剑气长城最有分量的姓氏之一。看来陈平安这位未来丈母娘对他印象不错，还提前为他讲述剑气长城的各方事。之后妇人还笑着为陈平安挑选了几位陈氏剑仙的故人，说了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原本被宁瑶拒绝了的陈平安本打算戒酒，可听着这些波浪壮阔的故事，陈平安又情不自禁地喝起了酒。不知不觉中，从一开始陈平安的领路到最后妇人大篇幅的描述讲解，自然而然他们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直至最后他们走到了茱萸和幽篁2把剑架前，
这2幅没有画像只有配件仿品的人物本就是宁瑶父母，可是妇人还是假装惊讶咦了一声，怎么这2位没有画像了？听说朱玉剑的主人是剑气长城很英俊的男子啊。陈平安一愣，妇人当着夫君的面说别人帅气，那夫君可是会吃醋的。果然男子立即就还以颜色，说那幽黄剑的女主人也是一位天下少有的大美人。陈平安顿时为妇人打抱不平，女子开玩笑几句又能如何？你身为男人就该大度一些啊，怎能如此针锋相对？陈平安哪里知道夫妇俩互夸的人就是他身前的2人呢？人家夫妻俩只是在公然打情骂俏呢，只是陈平安被蒙在鼓里。接着男子又问陈平安，听说进剑阁有个小傻子，喜欢给这2把剑和剑架擦拭口水，该不会是你吧？陈平安不愿节外生枝，便没有认下这件事。接着他们逛完了进剑阁后，男子便邀请陈平安去喝酒。陈平安本不打算答应，可在2人盛情的邀请下，便只好同意跟随他们一起去喝酒。都说酒品见人品，陈平安最终又能否让宁瑶的父母满意呢？与此同时，回到剑气长城的宁瑶躺在自家的斩龙台石崖上，他自言自语轻声道：陈平安，你听我说呀，我没有不喜欢你，那么宁瑶最终又会作何决定呢？陈平安的武运有多吓人呢？剑气长城董3更经甘入蛮荒，归来时却已是飞升境，成为了仅次于老大剑仙陈清都的厉害人物。正是因为见识到了董3更的崛起后，蛮荒天下便开始暗杀剑气长城的剑道天才，如宁瑶就属于妖族必杀之人，毕竟妖族也怕剑气长城再出一个董3更。再说陈平安这边，他带着宁瑶父母逛完了进剑阁后，陈平安便被宁瑶父母邀请一起去喝酒去了。宁瑶的父母都是剑气长城有名的大剑仙，所以他们喝酒的地方也非同一般。酒铺之地乃是一整座福地破碎后仅剩的一个小酒馆，一般人根本没法找到这间酒铺。酒铺掌柜还是杂家祖师，这位祖师还拥有一支武却可以测算一个人的武运。同时酒铺中的酒名叫忘忧酒，有传言喝了忘忧酒的人吐出来的便是真心话。这一听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宁瑶父母这是故意带陈平安来此，想要借忘忧酒的功效来查一查陈平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果然入了酒铺后，夫妇2人中的男子和陈平安大口畅饮喝酒，陈平安很快就喝得微醺，这喝过了酒就想多说一点什么。这时就轮到了宁瑶母亲上场了，妇人似乎很喜欢跟陈平安聊天，从陈平安的家乡一直聊到了2次远移，这算是对陈平安有了彻彻底底的认识。后来还聊到了宁瑶身上，直到说完了他被宁瑶拒绝的事情，妇人也知道少年对女儿宁瑶的真诚，于是妇人开始安慰陈平安，被人家姑娘给拒绝了不要泄气，有些人之间注定只要相逢就是对的，如果还能重逢就是最好的。说到最后，陈平安是真的醉了，以至于忘了喝了几大碗酒，脑袋搁在酒桌上碎碎念念，似梦非梦，似醒非睡之间，他好像还一怒之下一鼓作气从第4境升到了第7境，从此彻底与武道最强第4境没了缘分。同时妇人好像还问了他，为了一个姑娘的爹娘打抱不平就要放弃自己的武道前程，值得吗？你以后还怎么成为天底下最厉害的大剑仙？陈平安当时的回答是，喜欢一个姑娘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如果不是一开始就愿意为自己心爱的女子付出一切，而是等以后有了实力后再来付出，那么这样的喜欢肯定从一开始就是骗人的。只是这一切话语陈平安都已不记得。这一场酒局问心让宁瑶的父母很是满意，他们知道了陈平安是真心喜欢自己的女儿的，并且愿意为自己的女儿舍弃一切。陈平安确实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夫妇俩由心为女儿的眼光感到高兴，毕竟他们俩的神魂已经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第2天陈平安酒醒过后，带他来酒铺的那对夫妇已经提前离开，陈平安也没有多想，就在他要离开时，酒铺的掌柜告诉他，凡是进店铺喝过酒的客人都可以在酒铺的墙上写下几句话。而掌柜之所以想要陈平安留下字语，其实是因为他想看看陈平安的武运，因为这位杂家老祖的武确就是通过文字来探查文字主人的武运长短。陈平安听了后便打算入乡随俗去留下自己的字。当他走向墙壁时，只见上边写满了诗词章句和警语，琳琅满目，有人的墨宝鹤立鸡群，也有格格不入的笔记，最为醒目的是歪歪扭扭的一行大字，就连陈平安都觉得不堪入目，内容更是让人无言以对。一想到有那么多姑娘痴心等我的良心便有些痛。关键是文字末尾还鬼画符了一个笑脸外加大拇指。看着这句话，陈平安直接就猜测到了是出自阿良的手笔，因为一般人根本没这脸皮写下这些字。陈平安忍住笑意，继续观察着墙面，最后他在一个角落又发现了阿良留下的一列并不起眼的小字：小，江湖没什么好的，也就酒还行。不过在小字之后的某个字被涂成了墨款，其实阿良涂掉的字是齐敬春的齐。曾经齐敬春是最向往江湖的一个读书人，可他最终却为了救离珠洞天的人牺牲了自己，所以阿良这是在告诉他，小齐，江湖没什么好的，也就酒还行。陈平安当然明白阿良涂掉的字是什么，所以他先是在小字的后面的墨块之上又写下了一个小小齐字。最终陈平安在墙上留下了剑气长这几个属于他自己的字。等陈平安离开后，掌柜打开了鸟笼，长有金色鸟喙的小黄雀飞出笼子，只是不等他靠近那堵墙壁的文字，熟门熟路地查探陈平安武运的长短，武雀就像受到惊吓一般又飞快躲回了鸟笼。
掌柜看着这一幕，以为是前一个女子武神留下的字太过蛮横，吓得武却至今都没有缓过来。殊不知这是因为陈平安的武运高的离谱，武却连测都不敢去测。而在陈平安走出酒楼后，他将再次碰到宁瑶，这一次他和宁瑶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剑气长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陈平安长生桥又是谁提议帮他修复的？在陈平安走出了酒馆后，他又想起了宁瑶，他觉得宁瑶可能是真的不喜欢自己了。本打算直接离开道玄山的他，决定还是要前往剑气长城一趟，去看一看那些刻在剑气长城墙上的大字。到时候要是无意间碰见了宁瑶，大不了大大方方笑着跟他打声招呼，这样也不至于会尴尬。陈平安只顾着盘算着到时候碰见宁瑶后用什么开场白，完全没注意到他身后跟着一个快要气死了的姑娘。宁瑶心里终归还是有陈平安，她没有接受陈平安的表白，是因为她不想陈平安爱上一个随时都有可能会战死的女子。如果答应了陈平安，有一天他死在了剑气长城，那么到时候陈平安该有多伤心啊！可是宁瑶回到了剑气长城，终归放心不下陈平安，所以宁瑶再次来到了道玄山。宁瑶在陈平安身后跟了一路，陈平安也没有发现他。就在宁瑶气得忍不住就要一脚踹向陈平安时，陈平安竟凭空消失了，好像是被谁一把扯住拽入了别处天地。宁瑶以为是谁在对陈平安不利，他瞬间充满了愤怒，完全不管不顾道玄山的规矩，就要祭出飞剑，遵循足迹去破开刚刚抓走陈平安的天地剑系。只是在宁瑶出手的瞬间，抓走陈平安的人给他传来了话语，原来陈平安是被剑气长城的老大剑仙陈清都给捞了过去。知道真相的宁瑶先是脸一红，然后因为陈平安没发现他，被气得返回了剑气长城。出生在剑气长城的人，就算是有名的剑仙，一辈子都未必能离开剑气长城一次。可宁瑶这一来一回都走了3次了，好像是把这道玄山给当成了自家院子，这着实把看管道玄山通往剑气长城通道的小道童给气炸了。小道童气归气，但看在宁瑶身份和遭遇，倒也没有为难他。在道玄山之外，天下间有一堵城墙，城墙上刻有18个大字：道法浩然，西天剑气长存，雷池种地，奇尘董猛。这便是剑气长城了。剑气长城是建立在蛮荒天下的一座长城，也是浩然天下和蛮荒天下的第一防线。同时，剑气长城还占据了蛮荒天下的契约，这也使得蛮荒天下始终没有14境的大妖能够合道成就15境。所以，剑气长城对人族意义非凡，绝不能失守。而且这座城墙曾是3教祖师联手打造的一座关隘大阵，除非被一鼓作气彻底摧毁，否则很快就会恢复完整。若非如此，再高的城池，再坚固的山岳，早就被夷为了平地。面对一位位巅峰大妖放开手脚的迅猛攻势，以及历代剑仙在城头上的凌厉出剑，激荡天地的无匹剑气四处倾泻，难免也会摧破。而在那场双方各自派遣13位巅峰高手的赌战之后，妖族毁约，不但没有交出剑修遗留在长城以南的所有残剑，反而恼羞成怒，掀起了一波波攻势。只是攻势比起赌战之前的那种孤注一掷攻城战力度都要略逊一筹。据说是妖族内部有诸多大妖不愿附和攻城，所以使得妖族气焰不高。老大剑仙陈清都作为剑气长城最年长的一辈人，他经历过太多的风雨，也肯定有过太多的遗憾。而他最近一次的遗憾，就是自己碍于规矩未能出战，才害得那么一对神仙眷侣的晚辈死得那么不光彩。他们2人都是老人从小看着长大的，一年一年长大，一境一境攀升，到各自成长为最后的大剑仙。老人觉得看着这样的年轻人，才能让人生觉得有点盼头。这2位大剑仙便是宁瑶的父母。老大剑仙性格颇为古怪，不怎么亲近人。前些年倒是有个不知来历背景的外乡少年，死皮赖脸在老人茅屋后边又搭建了一座小茅屋。最近每次妖族攻城，少年就只是守着老人和自己的茅屋，否则都不会出手。其实也没有人苛责这位外乡少年，毕竟他只是一位武道第4境的纯粹武夫，在这剑气长城能够护住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这名年轻武夫名叫曹慈，他的师傅便是那名让一身强横武运让杂家祖师的黄雀都为之震惊的女子武神，中土神州排名第5武道11境武神境的女子武神。作为武神弟子的曹慈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时曹慈的人缘也极其的好。宁瑶父母离开酒铺后，就回到了老大剑仙这里。一向待人冷漠的老大剑仙，此时脸上却有着长辈看晚辈的慈祥。老大剑仙对着2位只剩残魂的夫妻直言，如今他们所剩的光阴已经不多了，如果还需要他做什么尽管说，只要是不涉及2座天下的走向，只要是他们俩的私事，他都可以帮着完成，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他都可以不用管。宁瑶父母看出了陈平安长生桥已断，而武夫一道生命可是有尽头的，到时候女儿宁瑶可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请老大剑仙帮忙给陈平安重塑长生桥。这件事对于老大剑仙自然不难，于是老大剑仙随便一伸手，就将陈平安从道玄山给抓到了身前。陈平安这是第一次来到剑气长城，只有第4境的他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剑气与剑影，完全没有准备的他几乎窒息。但老大剑仙打量了陈平安一番后，他却并没有帮助陈平安重塑长生桥，而是又随手一挥，将陈平安给送回了道玄山原地。宁瑶的父母看着这一幕一头雾水，老大剑仙却是笑道说：“这不也挺好的吗？老大剑仙又为什么没有帮陈平安重塑长生桥呢？”宁瑶是什么时候和陈平安走在一起的？
宁瑶父母本想请剑气长城的老大剑仙帮陈平安重塑长生桥，这对于14境的老大剑仙陈清都来说本是小事一桩。可是陈清都把陈平安抓过来打量了一番后，他却突然反悔，没有帮陈平安重塑长生桥，反而是直接将陈平安给送回了道玄山。而这其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老大剑仙在陈平安身上看到了剑妈当初所留的剑气残余。剑妈可是他陈清都见到的传道人。知晓内幕的陈清都当即就明白了，剑妈如今选择了陈平安，所以对于帮陈平安重塑长生桥之事就不可马虎了。陈清都决定用更好的方式帮陈平安重塑长生桥。陈平安被送回了道玄山后，经历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陈平安已经见怪不怪了。而此时被气走的宁瑶又再次返回了道玄山。剑气长城的剑修，很多人一辈子也来不了一次道玄山，唯独宁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一次都已经是第4次了。守护通道的小道童对此也无可奈何。谁叫宁瑶是整座剑气长城最受宠的人呢？宁瑶找到了陈平安，陈平安有些惊讶，但更多的还是高兴。在打过招呼后，陈平安就给宁瑶讲起了那对夫妇带他去酒馆的事情，还有刚刚被人给抓去了剑气长城也看到了他们。听着陈平安的描述，宁瑶知道了自己的爹娘悄悄见了陈平安，想到自己的父母，宁瑶陷入了沉默。陈平安以为宁瑶是在嫌弃他，于是陈平安就询问宁瑶是不是讨厌他。宁瑶回答得干净利落，说没有。陈平安一听便再次鼓足勇气对着宁瑶第2次表白。这一次宁瑶却是直接一把抱住了陈平安，喃喃道：陈平安，我喜欢你，不比你喜欢我少一点点。至此，陈平安和宁瑶两人终于坦白了真心，两位有情人也终成眷属。看来追女孩还是要脸皮够厚才行呀，不然陈平安这一次肯定又得错过了。陈平安高兴之余，竟带着宁瑶去了之前的酒馆喝酒。在酒馆，两人还碰见了武道天才曹慈。曹慈和陈平安互相认识过后，喝完酒的陈平安还向宁瑶展示了他身上所有的家当，有齐先生赠送的印章，文圣赠送的儒家典籍，采一国得到的金色文胆，仙人交易带有灵气的众多钱币等等很多。看着这些宝物，便是宁瑶都有些惊讶，感慨陈平安从善财童子变成了进财童子。陈平安表示，除了顾灿的撼山拳谱，齐先生赠送的印章和城隍阁的天师印章外，其他的宁瑶都可以拿走。不过宁瑶当然一份也没拿。之后两人还聊到了阿良传授的剑气18庭。陈平安修炼了快2年时间，如今也才勉强破了第7庭门槛，刚好宁瑶也学了18庭。陈平安就询问宁瑶学会用了多久，结果宁瑶说她刚听完口诀直接学会了。陈平安直接给惊呆了，天赋高果然任性。接着陈平安还表示要和宁瑶一起前往剑气长城去淬炼武道，宁瑶也就带着陈平安去往剑气长城。道玄山这边倒也没有阻拦两人，只是守护通道的小道童看着宁瑶被一个愣小子给骗到了手，有些闷闷不乐。两人明摆着是一个天一个地，这凑在一起不是乱点鸳鸯吗？为此小道童还愤愤道：是谁牵的红线？站出来，他一定戳死这个半吊子月老，最好是先戳个半死，留半条命容他骂死他。结果小道童一说完，一掠气机就从清明天下掠到了道玄山，气机掠入了小道童手中的书本，啪一声合上，然后对着小道童就是左一巴掌右一耳光，很是清脆悦耳。根本来不及躲避的小道童如遭雷击，然后恍然大悟，抱头求饶道：师叔，我错了，我错了，这牵红线的可不就是他道家三掌教陆晨吗？陈平安跟随宁瑶来到剑气长城时，老大剑仙陈清都早已等候两人多时了。再次见到陈平安后，陈清都又仔细打量了一番，确定了陈平安就是剑妈选择的人。陈清都不禁有些遗憾，阿良终究是没有得到这把剑。阿良哪怕在这里待了100年，身上那点书生意气还是没有磨干净，不然拿到那把剑后，差不多能跟道老二在五五之间。只是陈清都转念一想，以剑妈的脾气，未必就会认可阿良。可现在剑妈已经选择了陈平安这个质朴少年，陈清都又有些想不出来原因。以剑妈的脾气，就算是消失于天地之间，也不会随便选择一个人垂死挣扎。陈清都又猜测，是不是镇守离珠洞天的齐敬春说服了剑妈？可齐敬春和剑妈照理来说本就不是一路人，也就说服不了剑妈。老大剑仙始终想不通，便不再多想了。老剑仙觉得自己纠结这些事情，不如想一点能够开心的事情，于是便笑望向宁瑶这个小姑娘。剑气长城这一代年轻剑修天才辈出，还是3000年未有的大气象。宁瑶隐隐约约之间，更是已经展露出一枝独秀的迹象。便是陈清都都很期待宁瑶她那把本命飞剑初如现实。之前宁瑶有趟远游，宁瑶有次不管不顾，差点就要祭出尚未成熟的本命飞剑。当时祭出飞剑所产生的天地异象，便是身在剑气长城的他们都察觉到，为此他们还差一点就要破坏规矩，闯入浩然天下去保护宁瑶去了。好在宁瑶最终悬崖勒马，及时收手，才阻止了他们前去。宁瑶差点祭出本命剑，其实就是他和陈平安在离珠洞天大战搬山原的时候。要我说，就算当时陈清都带着整座剑气长城赶去，也未必能扭转战场。毕竟16境的搬山大圣可是比3教祖师都要高出一个境界。回接正题，陈清都观察完后，便让陈平安先不要去城内，先就在城头淬炼体魄。面对剑气长城的凛冽剑气，陈平安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适应。刚开始，陈平安发现自己在剑气长城打100拳，感觉比在浩然天下打几千拳都要累。
就这样在城头适应了几天后，陈平安还碰到了武道天才曹慈。当下陈平安一身拳意极为细微，绝大部分都已经被剑气死死压制，而曹慈一身刚猛，拳刚汹涌，外泄肉眼可见，好像反过来压制了四周的城头剑气。两人练拳完毕后，回到了陈清都的住所。此时曹慈的师父女武神也正巧来到了剑气长城。陈清都看着两位同是武道第4境的少年，便提议让两人切磋一番。曹慈无所谓，陈平安也无所谓，于是陈清都便开辟出了一座短暂的小天地供两人切磋。这一天，在没有任何禁制的形势下，两人就像身处浩然天下的寻常战场，飞剑法宝拳法双方只要愿意皆可使用。只是陈平安亲力出手，最终仍是3战皆输。曹慈不知保留了多少实力，总之3战全胜。切磋完毕后，女武神就带着徒弟曹慈离开了剑气长城。他们2人要返回中土神州，临行前，曹慈还让陈平安帮他照看他的那座小茅屋。陈平安也是欣然答应。而曹慈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茅屋托付给了陈平安，其实是他对陈平安的认可。曹慈作为武道之路的天才人物，他并不想自己在武道之路走得太孤独，所以他希望陈平安能追赶上他，这条武道之路才会更加有趣。这也并非是曹慈的自大自狂，而是他确实是有着狂妄的资格。曹慈心中的目标是要登顶武道之巅，并且在其中的每一个境界都要成为那个最强者，这和陈平安所追求的基本无二。两人武道之争现在仅仅只是开始而已。在曹慈离去后，陈平安就在小茅屋住下了。陈平安入住剑气长城后，又会经历哪些事情呢？剑气长城到底因何形成？剑气长城的剑修又为什么终生不能离开？当初人族推翻了神族的统治，三教祖师本要封禁远古神灵占据的天庭，可居功至伟的部分剑修竟妄想做新的神灵入主救天庭，于是人族又爆发了惨烈的内战。最终三教祖师险胜，打败了这部分叛逆的剑修。此事过后，也导致很多人对剑修群体失去了信心。面对杀力最强难以控制的剑修，如果不能对其约束，剑修迟早还会成为祸乱之源。于是便有众多人提议斩草除根，除掉所有剑修以绝后患。可是想成为新神灵，终归不是所有剑修一致的想法。其中有很大部分剑修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进这场叛逆之战中，他们本身没错，如果将他们也诛杀，就完全没有道理可言。而且对他们出手，还将会引起人族第2次内战。本就损失严重的人族已经经不起再次内斗，不然人族恐怕难以对抗那些逃脱的神灵。因此，如何处置没有参加叛乱的剑修就成为了一大难题。好在至圣先师站出来给出了解决方案，剑修需接受刑徒的身份，由儒家来约束，对剑修的无错而罚，儒教未来还会给出补偿。今后剑修出剑向谁，儒教都承担由此而来的因果。从此剑修杀人的因果便落到了儒教头上。最后全体剑修迁徙至了蛮荒天下与浩然天下的交界处，三教祖师联合在这里建起了剑气长城。至此，剑修在剑气长城画地为牢，为浩然抵御蛮荒妖族。剑气长城以老大剑仙陈清都为首，之下同时设立隐官、刑官、祭官3个职位。陈平安来到剑气长城后，就一直遵循陈清都的嘱咐，待在城头上练拳。宁瑶每天都会来城头看望陈平安，给他送吃的。这天宁瑶离去后，陈平安就沿着城头练拳走庄。在走出数里后，他发现一个穿宽松黑袍、梳着俏皮的羊角辫的小女孩。小女孩竟站在城头上的边缘在睡觉，摇摇晃晃，好像下一刻就要坠下城头。这一幕看得陈平安那是心惊胆战。结果下一刻，小女孩果真笔直地坠向了城下。陈平安下意识就要一步掠去抓住那小姑娘的脚踝，但他却被一位姓齐的好心老者给拦住了。老者告诉陈平安，这位小女孩乃是剑气长城的隐官大人，是剑气长城这1000年来斩杀中5境妖族最多的剑修。别看她外表一副小姑娘的模样，但她脾气却是非常暴躁。隐官头衔在剑气长城世代承袭，隐官主要执掌督军、定罪、行刑等事，祖上有过很多碌碌无为的家主。但是这一代隐官大人大不一样，是公认的剑气长城第4把手。13之争，他就是出战的第1人。就是这位脾气暴躁的隐官小姑娘，让对方那名战力卓绝的大妖直接认输退出，气得他独自在战场上乱砸乱锤了整整1刻钟。剑气长城和妖族就这样看着他发泄怒火，双方都早已习以为常。陈平安知道这位小姑娘的身份经历后，也非常震惊，还好自己出手让齐姓老者给拦下了。陈平安默默告诫自己尽量要远离他。结果第2天，陈平安练完拳返回茅屋时，他却撞见了这位隐官大人正在偷吃他的食物。当时陈平安打开门看见这一幕后，直接就给惊呆了。隐官小姑娘缓缓转过头时，腮帮鼓鼓，一点都没有做贼被抓的觉悟，反而望向陈平安是一脸责备和警惕的神色，倒像是陈平安是小偷似的。陈平安也不敢招惹这位小女孩，只好当做什么都没看见似的退出了茅屋。可没想到隐官1回生2回熟，竟时常来光顾他的食物，甚至有时候屋里没有吃的他还会生气。陈平安对此也无可奈何，然后他便将这件事讲给了宁瑶。宁瑶就说起了这位隐官和之前住在茅屋的曹慈关系非常好。陈平安这才明白隐官会选择来光顾自己茅屋的原因，原来他是这茅屋的老熟人了。而随着陈平安在剑气长城待的时间越来越久，加上宁瑶频繁的往返城头，剑气长城渐渐的便有许多人都知道陈平安的存在了。于是有很多人因为宁瑶前去城头看他一眼，
陈平安与他们远远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对着陈平安指指点点。陈平安虽然很清楚其中还有着与宁瑶并肩作战的生死同伴，但这还是让陈平安很不适应。同时身穿草鞋的他还觉得自己给宁瑶丢脸了，好在有宁瑶的安慰，他才得以安心。而之后老大剑仙又再次找到了陈平安，这一次老大剑仙也将对陈平安展开一场问心局。陈平安本命祠没碎之前的资质有多高呢？老大剑仙陈清都当着陈平安的面竟随手斩杀了一位玉仆境大剑仙，陈平安当时有多震撼？陈平安来到剑气长城后，渐渐地认识了隐关小女孩，之后宁瑶众多朋友也知道了她的存在，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跑来城头打量陈平安，这让陈平安很不自在。好在最后宁瑶帮他赶走了这些人，陈平安这才放下心，继续在城头淬炼武道。当陈平安结束一天的修炼返回茅屋时，老大剑仙陈清都找到了陈平安。陈平安打过招呼后，老大剑仙却是自顾地感慨了起来，剑气长城就这么一点人，可能还不如浩然天下的一座州城的规模，竟然挡住了妖族这么多年，连他都觉得奇怪。感慨完后，陈清都直接对着陈平安问了个问题：陈平安，我们相处的还不错吧？可如果我说我跟之前住在茅屋的曹慈处得更好，对他期望更高呢？对于这个问题，陈平安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老大剑仙也不着急要答应，他只是在看陈平安的眼睛，更是在看陈平安的心境。这一次陈清都甚至运用了剑术神通，直指人心神魂深处。陈清都这一看，直接把陈平安给看得明明白白的。原来陈平安原本是挺好的一个修道胚子，如果顺风顺水运气好的话，修出一个地仙不难，可惜早早给人摔得稀巴烂，如瓷器碎成了一片片。在长生桥被打断之前，就早早遭受了这场更大的劫难。镜子碎片有大有小，老人见到了最大的几片所承载的画面，镜像各异。少年这么多年应该在竭力凑碎瓷片，而且并不自知。陈平安始终没有给出答案，老剑仙却已经得到了答案。由于陈平安在这段时间和宁瑶见面时，时常聊起学到的道理，其中陈平安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跟人讲道理，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对方也讲道理，而不是他觉得他的道理就一定是对的。只可惜这趟走下来，很多人连道理都不愿意讲。陈清都对于陈平安格外的关注，这些话语他自然也全都听到了。陈清都也没有隐瞒他听到了小情侣两人之间的谈话，接着他就表示要教给陈平安一套跟人讲道理的方式。陈平安洗耳恭听，随即老大剑仙看向剑气长城身后的城池，朗声道：我陈清都这辈子处处讲道理，事事讲道理，已经足够讲道理了，问心无愧。结果你们还是这个鸟样，不好意思，我这一次不跟你们讲道理了。老人说完后，直接向着城中方向伸出一手，不过是随便抬起的一个动作，可剑气长城头顶的巨大夜幕却如黑布被撕裂开来，一瞬间大放光明，最终却只有一条极其纤细却极为璀璨的光线从天而降，砸入城池中的某处，然后就是地面上有无数的金色光芒爆裂炸碎开来，如有上5境的剑仙在这一刻精神崩坏。陈清都这随手的动作，竟是当着陈平安的面灭杀了一位11境剑修。在做完这一切动作后，陈清都又对着陈平安说道：当然这样做的次数不可以太多，不过100年有个1-2次肯定没问题。陈平安直接给这一幕惊得张大了嘴巴。陈清都见此就让陈平安喝口酒压压惊，结果陈平安傻乎乎地摘下酒葫芦递给了陈清都，本意是打趣身边少年的老人当然没有伸手接过眼镜壶，而是转过身摇头自言自语道：傻丫头找了个傻小子绝配。就在此时，剑气长城以北的城池中有人报唤陈清都的名字，似乎对他杀人感到很是愤怒，接着那人还直接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向了城头，而此人正是剑气长城战力仅次于陈清都的董三更。此次陈清都所杀之人正是董三更的孙儿董官破，只因为这个人是妖族奸细，但是他在剑气长城为人很好，加上他在剑道的天赋很高，所以在他的身份被发现后，董三更和掌管刑罚的尹官都舍不得将他处死，于是陈清都便借着教陈平安讲道理这个机会，直接就斩杀了这位内奸。就是这么毫不讲理。董三更来到城头后，满脸怒容质问陈清都，说他董家自有家法家规处置叛徒，退1万步说，尹官都尚未判定他孙子的罪行轻重，他陈清都凭什么擅自出手处置？从须发到衣饰皆一身雪白的老人咄咄逼人，还说一个愿意悔改将功补过的玉仆境剑仙，难道不比一具尸体更有利于剑气长城吗？陈清都甚至都不屑说是或不是，而是冷笑说他一剑之下竟然还有尸体，难不成这个小王八蛋偷偷摸摸跻身了仙人境？陈清都这一说，董三更就更加愤怒了，自己的孙儿进入了12境，怒极的他接着就要向陈清都出手。好在这时尹官小女孩也来到了城头帮忙圆场，尹官有些哀怨委屈说这都是他的错，是他舍不得处理董官破，毕竟这位小董是他最喜欢的几个家伙之一，他现在有多喜欢曹慈，当年就有多喜欢董小鼻涕虫，可现在既然他已经死了，这件事就让他过去吧。在尹官说话的期间，剑气长城几乎所有大人物全部都来到了现场，其中也有人好言相劝董三更，但都被董姓老人给怼了回去。陈平安在老剑仙身后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城头上的剑气在这些人出现后都开始有了重量，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最后董三更明白终究错在自己的孙儿，现在大闹也闹不回孙儿的性命，所以最终董三更给自己找了个台下后就要退场了。
当众人纷纷退散，陈平安这才看到原来宁瑶也在其中。董三更离去时还奚落了宁瑶一顿：“宁丫头莫要学你那废物爹娘，你我还是很喜欢的。”宁瑶面无表情，董三更也不以为意，转身御风大步返回城池。老剑仙陈清都对于今夜风波好似见怪不怪，对宁瑶笑了笑，也掠下城头走向那座老茅屋。于是城头就只剩下宁瑶和陈平安两人了。两人这一次相谈后，陈平安也即将要离开剑气长城了。宁瑶的修炼天赋有多高呢？因为陈清都出手斩杀了董家的一位12境剑修，导致董三更差点就和陈清都给打起来了。剑气长城的各位大佬也来到了现场。由于这场风波，陈平安一直在一旁观看。陈平安也看出来了，剑气长城的各大家族很是不和睦。在众人散场后，宁瑶告诉陈平安，剑气长城一直就这样，好在祖上留下来的一条规矩没怎么变，剑尖朝南，对妖族同仇敌忾。接着宁瑶还对这位董家长辈投敌表示出了不解。在宁瑶的印象中，那位小董爷爷一直是个不错的人，只是他是个不太爱跟人打交道的人，所以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投靠妖族。宁瑶就猜测，可能是这位小董爷爷当年以身涉险去妖族历练出了问题。其实在剑气长城中有很多人孤身去往蛮荒天下磨砺剑道，因为蛮荒天下那边中5境的妖族都喜好以人族的相貌自居，只有在战场上的危机时刻，他们才会显出真身，凭借先天强横的体魄抵御飞剑的攻击。所以剑气长城的剑修过去后，只要小心应对，其实不太容易被妖族看破人族身份。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妖族为了不让剑气长城继续出现董三更这样的大剑仙，所以剑气长城一些天赋高和厉害的人物都会被妖族记录在一本小册子之上，但是那本册子名额有限，在上边写下名字的剑修不会太多，往往剑气长城这边战死一位册子上的剑仙，他们才会再添加上一个。册子上的人几乎都被妖族用秘法锁定，妖族对名册内的人物往往都是不计代价的扑杀，根本不会让他们成长起来，所以如果这些人去往蛮荒天下历练，几乎都是必死之举。宁瑶10岁之前就被记录在册，而且他还是册中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剑修之一，而历史上那些有此待遇的天之骄子，无一例外都在30岁之前就被镇斩在剑气长城以南的沙场。剑气长城的无奈之处，则在于这类天之骄子若是不早去沙场历练，不在生死之间迅速崛起，而只是待在剑气长城以北，哪怕有数位剑仙精心传授，仍是没有半点可能成长为下一个陈清都阿良或是董三更这样的人物。陈平安听到了这些话后有些担心，自己在这里会不会影响到宁瑶的修行。宁瑶没有否认，但是他又直言说陈平安在这里他会很开心。可开心归开心，陈平安明白剑气长城终归不是一片安宁之地，自己待在这里不仅会让宁瑶分心，还会耽误宁瑶的修炼，只会让他更加的危险。于是陈平安毫不犹豫就做出了决策，他对宁瑶说，他最多3天就要离开这里，然后去最向剑气长城的北距泸州练拳也练剑，争取最快跻身武道第7境后有资格参与这边的战事了，再回来找宁瑶。宁瑶默然，他知道这样是最对的，这要离开了陈平安自然也舍不得宁瑶，所以他就想喝酒解愁。可是他的手被宁瑶抓得紧紧的。接着宁瑶开口说道，历来妖族攻打剑气长城都会持续20-30年，他要求陈平安在10年间跻身第7境，然后回来找他。于是陈平安继剑妈的甲子之约后，又与宁瑶定下了这10年之约。接着两位小情侣说着情话依依惜别，可就在这时候，有个不合时宜的咳嗽声轻轻响起，来者正是老大剑仙陈清都。陈清都让陈平安离开后，去桐叶州的东南方找一座道观，说是道观主人可以帮他重塑长生桥，并且还不会留下后遗症。然后陈清都还用一把剑跟陈平安交换了背后的怀木剑匣10年时间。陈清都交换的剑名叫长气，此剑可以帮着携带之人日夜淬炼神魂，而且这把剑还会帮陈平安指路找到那位东海老道人。至于到时候老道人愿不愿意帮忙重塑长生桥，还得看陈平安自己的造化。陈平安交换剑匣的时候，还把齐先生送的怀木剑也送给了宁瑶保管。不过陈平安这才刚和宁瑶说要走，陈清都接着就出现了。看来两人的谈话又被老大剑仙给听了个遍。两位小情侣在剑气长城还真是没有隐私可言啊。而就在此时，妖族再次发动了进攻，剑气长城即将就要陷入大战。老大剑仙让陈平安简短跟宁瑶告别后，他迅速出手将陈平安给送到了道玄山。陈平安初次剑气长城之行也就匆忙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次陈平安和宁瑶的相见吧。陈平安初次剑气长城之行都有哪些收获呢？因为妖族的突然进攻，陈平安匆忙和宁瑶告别后就被陈清都直接给丢到了道玄山，提前结束了他的剑气长城之行。和宁瑶匆忙分开，陈平安虽然有些忧愁，但他更多的还是为宁瑶的安危担心。可现在以自己的实力又完全帮不上宁瑶，所以陈平安就想着还是要尽快提升境界，争取早日回到剑气长城帮助宁瑶。而陈平安现在首要目标就是遵循陈清都的嘱咐，前往桐叶州东南方寻找东海老道人帮忙重塑长生桥。事不宜迟，陈平安当即便在道玄山打听到了前往桐叶州的仙家渡船。由于渡船还需要等待几日出发，于是陈平安便趁着这个时间在道玄山买了一些法宝和丹药，其中还有今后去往山崖书院送给李宝平他们的礼物。
同时在这期间，宁瑶托付了一位剑气长城驻守在倒悬山的剑仙给陈平安送了一小块斩龙台。斩龙台正反面刻有天真宁瑶二字，能在斩龙台上刻字自然是出自大剑仙的手笔，而这4个字就是宁瑶父母精心为女儿打造而成，为的就是等宁瑶长大之后，有一天遇上了喜欢的少年，便将他送给心爱的少年。此外，陈平安身上还有当初左右在蛟龙沟斩杀蛟龙所赠予的金色长袍和金色蛟龙须。来送信的剑仙点出了金色长袍乃是一件品相极好的法袍，防御力极强，名为金领，是一位龙虎山天师府贵人的珍稀遗物，机缘巧合之下被金色老蛟获得。由于法袍金灿灿的太过扎眼，于是剑仙就帮陈平安在法袍之上施展了障眼法，让金色法袍变为了普通的白色，这样陈平安要是穿上后也不至于太过引人注目。只是这障眼法依旧是仅限于地仙以下，难以察觉。然后剑仙还帮着陈平安把2根金色蛟龙长须炼制成了一根缚妖锁。面对金丹元婴两境的妖物，这根缚妖锁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但是对付金丹之下的妖物可就好对付了。剑仙交代完毕后也就离开了。由于还没到渡船出发时间，陈平安闲来无事便继续练拳。在这期间，他终于打完了当初在宁瑶面前所说的100万拳。而在陈平安临近出发的时候，之前带他去喝酒的那对夫妇再次找到了他。只不过这一次，陈平安已经猜测出了2人就是宁瑶逝去的父母，而宁瑶父母即将神魂消散，所以这一次他们俩见到陈平安后也是直接坦白了身份，然后真心实意的把女儿宁瑶托付给了陈平安。陈平安最终的回答也没有让2人失望，宁瑶父母这几次对陈平安的考察已经彻底认可了这位女婿，所以2人离开的时候很是安心。而后前往桐叶州的渡船正式起航，陈平安换上了那件地仙之下都会看作是一件雪白长袍的法袍，登上渡船，渐渐地远离了倒悬山。今天的泥平巷少年陈平安一袭雪白长袍，背负长剑，腰别仰剑壶，风姿卓然。陈平安新的一番历练正式开始。李怀的姐姐李柳初次出手有多恐怖？陈平安登上了前往桐叶州的仙家渡船后，他在船上又碰见了那位貌美的男子陆台。为了和陈平安拉近关系，陆台便主动自报了姓名，说出了他是来自中土神州阴阳家陆氏子弟。阴阳家精于占卜算卦，此次他算出了自己前往桐叶州将会有大收获，而且和陈平安结伴而行还有别样的收获，所以他就在船上一直等待着陈平安。介绍完后，陆台还让陈平安不要叫他陆公子，要喊他陆姑娘。陈平安对于这位女子装扮的陆台着实有些头皮发麻，但就算如此，陈平安仍是没有对她恶言相向，更没有流露出丝毫不耐烦的神色，而是用一种打商量的善口气拒绝了他。结果陆台没有离开，反而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他。陈平安不管走到哪里去，陆台都如影随形，陈平安停步他就停步，陈平安转头他就转头。在不知真相众人的眼中，陆台就像一个可怜兮兮的弃妇小苗，不敢对陈平安这位负心汉抱怨什么，只敢这么恋恋不舍地跟随。陈平安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恶心人不偿命的阵仗，一肚子火气，可又拿这个陆台没辙。最后陈平安无奈只得同意了陆台结伴的请求。2人刚开始并没有过多的交谈，但渐渐的也就熟络了起来。相熟后，陆台还当着陈平安的面梳妆打扮了起来。陆台询问陈平安，一个男子却打心底像女子，是不是很恶心？陈平安只是开解他，长得像女子不是自身的错。最后陈平安还给陆台讲起了家乡龙窑那位娘娘腔汉子的故事。陈平安在家乡龙窑祠工作时，龙窑祠有一位汉子喜欢翘着兰花指，每天还把自己打扮得像女子一般，不过最后他却用瓦片捅死了自己。而这位汉子便是与师转世，在龙窑祠尽管别人都讨厌他，但陈平安依旧真心待他。不过陆台听到这个故事似乎没有太大的感触，但从这天起他便换了一身装束，从一位绝色佳人变成了翩翩公子，这让陈平安如释重负。而陆台来自被誉为最为博闻强志的阴阳家子弟，所以之后的一路他给陈平安讲了很多不曾听说的事情，还给陈平安解了很多修行难题。2人自然也谈起了武道意图。陆台说他离开中土神州游历之前，听说了一位大端王朝的年轻武夫，资质天赋好到惊世骇俗，厉害到了数位武圣人庙神灵主动找上门都要给予他一份武运的地步。而那个家伙比他陈平安还要过分，竟然一拳拳打退了那些主动示好的武庙神灵。陈平安也猜测出来了，这个人多半就是曹此了。随后陆台随便提了一嘴，既是告诫陈平安，又仿佛是在自省，说纯粹武夫也好，山上修行也罢，大道之上运气很重要，但是接不接得住更重要。福祸相依，天才早夭的例子不计其数，便是此理。陈平安深以为然，但是陆台随即话锋一转，说陈平安这般喜欢深居简出，害怕所有麻烦，从不主动追求机缘，一心只想着避开机会，很不好。陈平安对此却是告诉陆台，靠运气得到的好东西他从来拿不住，现在更是会主动退避。加上在家乡小镇接连面对蔡京姐、福南华和班山远，陈平安认为自己差不多等于死了一次，在蛟龙沟是第2次，事不过3，陈平安便不再赌运气，尤其是拿命去赌他不敢，他不觉得自己有第3次好运气还能侥幸活下来。而在2人谈话的期间，陆台其实在以陆氏不传之秘的观心神通在偷窥陈平安的心境，最终陆台愕然，
竟说出了陈平安你竟然在躲那个一这句话来。这个一便是贯穿全书最重要点之一。陈平安听到这话一头雾水，陆台也没有过多解释。接着渡船终于到达了桐叶州。与此同时，李二一家三口也到达了北距泸州一座名为狮子峰的仙家门派地界。李二和妻子在狮子峰旁的小镇开了一家铺子，而女儿李柳则是去往山上的仙家门派修行去了。只是李柳上山之时，这座仙家宗门所有元婴和金丹在山主的带领下，一个个毕恭毕敬对着李柳齐声道：“恭迎祖师回山。”同时剑仙曹溪也同样和这些人在山门等待着李柳的到来。曹溪和杨老头做了交易，此行就是为了成为李柳的护道人。曹溪依照杨老头的嘱咐，把他的短剑交给了李柳，并且还告诫李柳，只要跻身中武境，就可以随意使用这把短剑了。若是到了金丹或是元婴，将短剑中所有剑气一次性使出，那可就是仙人境剑修的一剑。从未修行过的李柳听后柔柔一笑，然后一步跨出，竟直接一步登天跻身了中武境。接着李柳使用短剑随意向山外轻轻劈下，一道剑气长虹轰隆隆劈去，大有开天辟地之威势，惊吓的整座狮子峰修士都陷入沉默。纵然是11境的曹溪看着这一幕，也是直接给惊呆了，真是白日见鬼了。不得不说，神灵转世就是牛啊！